后世无人敢宋其真名。只知那一年，诸天裂界，邪魔尽出，万境渐清。只知有一白衣剑神，横剑诸天之境，一人便是一线天关。邪魔可斩，邪魔神难灭，可他仍是一人前行。那一战后，后世无人敢宋其真名，只知他以自身为剑，独断万古。而无斗神剑自此碎落诸天人间。武林城南，洛水绕城而过。清晨的雾还没有散，镇南府后院已经响起了练剑声。伏剑要快，收剑要稳。今日是醒剑礼，18岁以后是龙是虫，便看这一日。住！剑武大陆少年满18岁便要举行醒剑礼。18岁行本命飞剑，一剑定命。本命飞剑有品级，有属性，有天赋技能。9品最下，1品最高，1品之上还有王级、圣级、地级，乃至传说中的神级飞剑。可那些离武林城太远了。演武场东侧，有一条从洛水引入府中的细渠。洛观澜就坐在石池边，他没有练剑，他只是低头看水。少主又在看水了，看了这么多年，也没见他从水里看出一柄剑来。说不定今日醒剑礼一到，落水里就飞出一柄本命飞剑，直接认他为主。18年前，洛天恒从南境归来，途经洛水，遇见大雾封江，雾中有婴儿啼哭。那婴孩没有襁褓，没有信物，甚至连来处都没有。洛天恒把孩子带回镇南府，取名观澜，洛观澜，观洛水之澜，见天地之势。3岁识字，5岁读兵书，7岁看互会练剑，随口指出一处剑势破绽。10岁那年，他站在镇南府城楼上，只说了一句“左翼太满，退路太窄”。次日，洛天恒亲自改了阵法。曾经所有人都默认他将来必定不凡。他看剑，看水，看云，看人走路，看风吹旗，就是不爱握剑。更怪的是，他只要握剑，剑就容易断，木剑断，铁剑裂，就连低阶灵剑也曾在他掌心发出不堪重负的轻响。少主，今日醒剑礼，不如先热热手。你的剑路偏了，你出剑太急，第3步压得太重，所以回剑时右肩会慢半失。若是真与人对逢，别人只需等你第3剑递出，顺势切入，你的剑就回不来了。少主恕罪，我这木剑粗劣，想来是配不上少主。每次剑在他手里断掉，他心里都会有一种说不出的空，像是他等了很久的东西，从来没有来过。够了！见过家主。又断了。今日行剑礼，不管结果如何，你都是我儿子。家主，时辰快到了，长老院已经在醒剑台等候。知道了，只等着在醒剑台上彻底爆发。画什么？
画一条能逃出去的路。等你以后成了大剑修，就把这个挂在你的剑上。若我没有剑呢？那就挂在你腰上。镇南府正堂之外，醒剑台已经立起。今日不只是骆家内部的成人礼，武林城有头有脸的人都来了。骆府主，郡主在京中也记挂今日之事。若观澜少主醒剑顺利，丞相大人想必也会十分欣慰。有劳周先生远来。镇南府与丞相府本就是姻亲，谈不上劳烦。家主，今日醒剑之后，族比之事也该定下了。族比按规矩还有3日，3日之后定少主分书院名额。3大书院的举荐名额，关系我骆家未来10年气运，不可轻忽。醒剑礼开始。骆云8品本命飞剑，8品本命飞剑，木属性，天赋技能青藤缠剑。骆明7品本命飞剑，土属性，天赋技能厚土剑盾。骆承岳4品，竟然是4品飞剑！骆承岳4品本命飞剑，天赋技能金鳞破甲。金鳞破甲，这可是专破护体灵力的杀伐技能。骆家后继有人。我很期待你的剑。骆观澜，骆观澜。去吧。1息，没有灵气涟漪；2息，3息，醒剑杯没有任何反应，没有光，没有飞剑云影，没有剑鸣。静心，再试。他什么都没有看见，他的心神之中只有一片空，很大很深，像一片没有边界的海。反铁剑从中间断开，断口平滑，像是被什么无形力量从内部切开。取青纹灵剑。青纹灵剑，如果反铁剑断，还能说剑质粗劣。可青纹灵剑也断了，为什么？他真的不配碰剑吗？足见投影。家主，醒剑礼关乎骆家少主之位，也关乎3大书院名额。若不测清楚，如何服众？测吧。那是镇南府祖传飞剑镇岳的投影。镇飞剑曾随老镇南王征战南境，是骆家武勋象征。它不是寻常飞剑，它代表的是骆家100年功业。他看见了别人没看见的一幕。镇岳剑影在崩碎之前，将肩似乎微微低了一下，很轻，像是行礼。不是碎，是低头。骆观澜，无本命飞剑，无品级，无属性，无天赋技能，无剑命。无剑命3个字落下，像3柄剑，同时斩在骆观庸身上。少主之位，3大书院情额，丞相府婚约，一切都在这一刻摇摇欲坠。醒剑礼已定，骆观澜无本命飞剑，不具备3大书院报名资格。按照骆家祖规，少主之位当由族比重新决出。他还是我儿子，镇南府养得起一个无剑命，但不能让一个无剑命继承骆家。来历不明，骆家100年气运，不能陪一个来历不明的孩子沉下去。若少主能入族比前3，书院名额仍归你；若不能，交出少主令，也交出举荐名额。
若观澜公子暂时不便参加书院出仕，婚约之事也可从长计议。观澜兄，没有剑的人，还配挂剑穗吗？今日之后，曾经落在他身上的所有光，都将变成反过来压他的山。可就在他走下醒剑台的那一刻，他忽然听见了一声极轻的剑鸣。没有人注意到，极远处的废剑崖最深处，有一块沉寂数百年的白色残铁，轻轻亮了一瞬。它不是凡铁，不是令箭，也不是做小五成能认识的任何东西。那2个字像从岁月尽头落下，落入他心湖深处。无垢。镇南府的醒剑礼在午时之前结束，可那场大典留下的风波却像落水涨潮，压不下去。没能想到镇南府养了18年的少主，竟然连本命飞剑都醒不来，无属相无天赋技能，这就叫一招醒剑，一剑定命。最惨的是3大书院名额，是书院名额。镇南府少主位、丞相府婚约恐怕都悬了。洛观澜7岁能看到这支剑招破绽，却都让我剑舞大陆助教看本命飞剑。3大书院3年才来武陵城一次，原本默认的名额恐怕保不住。街巷之中，说书人还没来得及编段子，流言便已经先一步有了形状。议事堂中无人先开口，沉默是一种刀，尤其当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在一个人身上时。观澜醒剑失败，无本命飞剑。他如今站的是少主位，签的是丞相府婚约，拿的是3大书院正式举荐名额。3大书院也不只收剑修，清月书院收武修，明心书院收文道、正道、心性修行者，那也要有根基。家主，你护他可以，但不能拿整个骆家的前程来护。他不能袭本命飞剑，所以这些都不算了。南山矿道塌塌，镇南军就不严阵，洛水税权政策漏洞。家主，老夫不否认观澜聪慧，但聪慧不是本命飞剑。剑舞大陆终究是剑舞大陆。程月不敢觊觎少主之位，只是3大书院名额关乎洛家未来，既然族中子弟有疑，就该在族比上说清楚。你想怎么说清楚？族比3关：测骨、演武、问心。你若能入前3，少主令和书院名额仍是你的。此事事关少主令与书院名额，自然要立字。你敢？可以。陆观澜，父亲，相信我一次。观澜，老夫并非针对你，只是有些位置本就不是靠别人施舍来的。那就3日后拿。你们要的，我给机会，但拿不拿得到，各凭本事。父亲，对不起。你对不起什么？今日让镇南府丢脸。放屁！镇南府的脸不是靠本命飞剑撑起来的，所以我信你。我想去废剑崖。废剑崖？那里都是断剑废剑，你去那里做什么？我听见了声音。什么声音？剑鸣。丞相府那边你不用管，若真要退，若他愿意退呢？本就是年少时的约，若他不愿意，我不会怪他。少主，观澜公子。洛观澜听见了，却没有停步。少主，你中午还没吃东西，你不怕被人看见？看见怎么了？你只是没醒本命飞剑，又不是会传染。他们说的话，你别全听。说他们说的是对的呢。才不是！你以前帮过很多人，你不是废人。剑舞大陆不看这些。那是剑舞大陆眼神不好。3日后组比，我会去看。看我输？看你赢。少主，我要去废剑崖。家主令在此，自然可以。不过少主，废剑崖那边阴气重，秦老脾气也怪，您若过去，别与他置气。多谢。今日丢来的废剑放左边。我不是来丢剑的。
那你来做什么？听剑。这里的剑都死了，死剑也会有声音。你就是今日那个无剑命？是，越往里剑越多，有些剑上还残留着极淡的剑痕。剑持过的肉隐若新，没有任何神光，却充满了时间的断剑前。洛宽云停在一柄断剑前。这一剑不该抢。若退半步，借雨势压剑，至少还能多活3息。怎么不碰？怕他再断。这里是废剑崖，能来这里的剑早就断过一次了，再断一次也没什么。虽然仍旧败了，但那一剑比原来完整了。这柄剑叫什么？不知道。废剑崖里大多数剑都没人记得名字，送来的人只说是废剑、断剑，很少有人会告诉他们从前叫什么。没有名字也会不甘心吗？人没了名字都会不甘心，何况剑？奇怪的是，那些平日稍一靠近就会割人衣袍的断剑，今日竟都安静的出奇，像是在让路。那个声音更远、更轻，也更孤独，像从无数岁月之前，隔着万重天地，轻轻敲了一下他的心门。若有一日，废剑崖万剑不封而鸣，便说明那位等剑的人来了。等剑的人来了。无边黑暗，万千星辰坠落，一人白衣染血，立在诸天裂缝之间。洛莲兰看不清他的脸，只觉得他很累。你怎么了？没事。你看见了什么？一个人。什么人？不知道。但我觉得他很累。3日后你要参加族比，没有本命飞剑怎么打？我不知道。不知道还敢接？不接，他们就会一直踩在我父亲头上。你倒是孝顺。不是孝顺，只是有些东西3爱传教就现在说有要你听得见剑的剑语，听什么？听这些废剑是怎么输的。原来你们都输过。他没有本命飞剑，没有品级，没有属性，没有天赋技能。可这一刻，137把断剑同时颤鸣。我知道你在哪里。天黑前先听10柄，听不出来就别睡。他没有本命飞剑，可他还有3天。3日之后，族比台上，他要用这些败过的剑去面对洛城月的4品玄灵。听不出来就别睡。第1夜听10柄，听错1柄重来。好。太急，剑还没走满，人先抢了半步。说完，若退半步，让雨势压住剑气，再从下3寸反挑，至少不该败得那么快。第1柄算你蒙对，不是剑不够硬，是人不肯退。是人退，剑修退了，不就是输了？退一步若能换一口气，下一剑还在，不退，剑断，人也断。听得出败音，不等于你做得到。拿着。
还行，至少知道自己接不住。飞得太慢，跳得太直，死3回了，再来。听说了吗？洛观澜去了废剑崖，吴剑命去听废剑，真是病急乱投医。死剑也会有声音。废剑崖，3日后族比，他总不能拿废剑上台吧？吴剑也想入前3。4品玄灵果然不负骆家。3日之后，他若入不了前3，少主令和书院名额自然该换人。不是我会赢的，是让所有人看清他与真正剑收之间的差距。我只证明剑。小姐，武陵城传来消息，镇南府少洛观澜请剑失败。使者说，若他3日后族比再败，婚约之事恐怕就……他怎么说？谁？洛观澜。小姐，若镇南府那边真失了书院名额，夫人恐怕会重新议婚，那是长辈的事，可那也是小姐的婚事。她3日后要参加族比，听说还立了赌约，入不了前3，少主令和书院名额都要让人继续查。我要知道3日后结果。剑败有时候不是输给对手，是输给自己那口不肯转的气。听见什么了？水不会断，而是贴边，只会换路。那就看看你这根枝会不会换路。像点样子了，可族比台上没人会等你慢慢绕，不撞不断，绕过去。死了，再来，你倒是扛疼。第一夜勉强不算废，那明夜呢？明夜听20兵。今晚不是，是这些败过的剑。第一夜听败。3日很短，可第一夜枯枝未断。昨夜听10柄，今日听20柄。听错1柄，昨日重来。好。他看错了重心，剑在右，力在左。真正要动的不是剑尖，是脚。你听的是剑，怎么说起脚？剑不会自己走，剑就先错。那你待会儿别只看我的账。看懂了不代表能跟上，再来，慢一点也行，错一次少一点。这里断过，不是破剑，是破断处。总算不全是榆木脑袋。快些！哼，半寸而已，半寸够活。还不够。破甲不该只破外物，也该破事。小姐，第2封消息到了，洛观澜已经立下赌约，3日后族比若入不了前3，就让出少主令和书院名额。顾家怎么说？夫人说，若他败了，婚约便可顺势重议；若他赢了呢？那顾家若再提退婚，就会显得太难看。那就等3日后。这柄败在心急，那柄败在力进不退。
那柄败在看错重心，那柄在看错重心，那柄败在以为剑长便能压短剑。怪物！秦伯，骂你，别高兴。行剑台上真的一柄剑都没有回应你？没有。不对，不是没有剑，是太空了，空到那些普通飞剑不敢落。寻常人兴乎是一口池，太小的剑落进去连回声都没有。那我算什么？现在3日不后，看你能算几分。有点意思了，还差很远。知道就好。 3日后他怎么入前3？洛成月4品玄灵，洛金寒5品烈风，洛青石8品青石，哪个是好过的？3日后不只是少主位，还有丞相府婚约和3大书院名额。成月兄，3日后你真会全力出手吗？足比台上留守是轻视。小姐，夫人已经备了2份信，一份洛观澜败后送出，一份等他胜后再议。说他没有败呢，小姐是希望他赢，我只是想知道他会不会认命。我也会输。听见了，听见了自己的败因。能听见自己怎么输，才有资格不输。这一线够你去足比台上丢1次人了。不够赢，想得美！原来那根太弯上台丢人，多谢。别谢，输得太难看，老头子丢眼。记住，别想着赢，先别死在自己的心急里。3日将近，一根触枝要上足比台，去面对4品玄灵。清晨，镇南府的战鼓响了。第一声落下时，便整座悄无声息地悬于袖侧。今日是镇南府足比，今年足比不只决定年轻弟子的排名，还决定少主之位，也决定3大书院举荐名额。本次足比分3轮，认输者、出界者、失去战斗能力者皆判负。飞剑可用，天赋技能可用，但不得故意伤人性命。若无本命飞剑，也可用凡兵参战。凡兵，这是专门给谁留的规矩？还用说吗？昨日听说他拿了个树枝，拿树枝上足比，还不如认输。不见命拿直当剑，倒也应景。有人笑得明显，也有人笑不出来，因为他们见过那根枝停在喉前3寸的样子。3息。洛城中胜，真的3息了，金龙破甲太可护体见光了。 4品飞剑，出手稳，收手也稳。这样的年轻人确实可以入书院。可今日正午台上标准答案之外，还有一个没人看懂的意料。下一场，洛关元对洛青石。到他了，他真要上？不是还有树枝吗？手下留情啊！观澜公子，请。人家明日还要当少主呢。青石这招最克没有飞剑护身的人，他真拿树枝上台，这是认输了还是疯了？别人登台飞剑绕身，他登台一枝在手。开始吧。稳，这招最克没有飞剑护身的人，只要被缚住，他连动都动不了。青石束脚，看似一整片崖外，其实并非一体，还有起顶，有流向，也有最薄的主线。洛光云只切了那一线，
果然，外行看见的是知，懂剑的人看见的是线。再来！他躲开了。他没有挡，水不会挡石，只会绕石。那不是纸，那是一条风信。半息很短，短到许多人甚至没看清。可半息已经足够他出界。第一轮，洛关阳胜。不是无剑，是万物皆可为剑。你的剑太重，心也太轻。第一声没有掌声，因为他们还没明白，仿佛还能感受到后土剑盾被点裂时的震颤。一个无剑命，为什么能用一根枯枝赢一柄本命飞剑？有意思，这比文案无剑命些。不是无剑，是还没找到该落下一剑。青石是不是轻敌啊？是不是重点不好？有没有可能是这母带地面影响了青石富足？当然说明不了什么。下一步才看得出今日。下一场，洛成月对洛家子弟。这次比刚才更快。洛成月没有说，可所有人都看得出来，他已经不打算留手。洛成廷胜，一柄4品玄鳞，一根无名枯枝，直到这一刻，他们才真正站在同一场组别。洛天蓝，对，已经是轻敌了，可地支怎么正好点在底线上？嘴上不认，眼睛却已经认。这就是第一场胜利的意义。下一轮该让那些看热闹的人明白，足比不是听风看水的地方。洛青石只是试题，真正的杀题还在后面。青石重，后土满，可烈风是快，快到没有声音。还能成，知终究是知，能成一剑，不代表能成所有剑。有人看见他的影，也有人看见一根枝快撑不住。洛关元胜。第二场赢得更快，可枝上的裂也更深。洛成业每胜一场，玄鳞更猛；洛关兰每胜一场，枯枝更黑。这就是本命飞剑与凡物之间最大的差距。第一轮结束，入围者准备第二轮抽签。第一轮洛关兰过了，可第二轮开始，足比才真正露出枫叶。能切线，但不一定能追风。如果青石是重，那烈风就是快。还不是时候。有些力量能救急，可若太早戒，就走不出自己的路。洛关兰胜了，
可正舞台四周安静了很久，因为很多人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什么。一个没有本命飞剑的人，拿着一根枯枝，胜了8品青石飞剑。枯枝毕竟只是枯枝，它能撑住锋线，却未必能撑住真正飞剑一次又一次的冲击。还能撑？不是无剑，我原以为它是万物皆可为剑，难道不是？下一轮让骆金寒上。足比台上刀剑无眼。骆青石只是试题，骆金寒才是真正的杀题。青石重，厚土满，可烈风是快，快到没有声音。下一场，骆观澜对骆敬寒。这下他那根枝未必撑不住了。你那根枝挡不住我的剑，我没打算挡。不挡？面对烈风飞剑，不挡还能如何？是。厉害了，那根枝撑不住了。烈风飞剑和青石飞剑不一样，太快了。他在听，听什么？听风。你听得见？青石有事可看，烈风无事可寻。要看太慢，只能听。既然能听，那便听个够。烈风断脉，这是要断他的持之手。不斩皮肉，先断气脉。伤到了，看吧，他撑不住了。烈风断脉不是青石附足，那根枯枝根本不够看。可他虽然再退出，却没有乱。小姐，他被逼成这样，还能撑多久？他在适应烈风，被逼成这样还能适应，所以才可怕。乱到极致之后，反而有一条线开始清楚。还不到时候。有些力量能救急，可若太早戒，就走不出自己的路。他停下了，疯了！这时候停下来。真正的剑藏在最安静的地方，那一断就是戏。他点中的不是剑身，是烈风藏在风里的转折。这一点逼出了飞剑。骆敬寒没有再斩人，枝断了。可断裂那一瞬也有事。骆公鸾剑就是那一瞬。飞剑越快转向越难，没有光灭，飞剑即将达到极速转向能力最弱的前一刻。骆观澜不追风，他等风自己撞进内线。没有杀意，没有重击，只有一枝停在了最该停的地方，然后风把人推出了界。骆观澜胜，他赢了骆敬寒，5品烈风飞剑都输了，他没有飞剑啊，那根枝都断了，他还赢了。
小姐，他这算是万物皆可为剑吗？不是那么简单，他在让天地替他出剑。你听见了我的剑，我听见了风。你值得我认真出剑。这一刻，没人在笑，因为他终于承认，另一位男子是对手。那就认真在笑，因为他已经用一根枝胜了8品青石，又用半截断枝破了5品烈风。下一轮，洛观澜对洛成月。洛观澜对洛成风，少主之争真的来了！此战当关，这一战不只是洛家少主之争，也是有剑与无剑第一次真正相撞。有人看见，有人看见骄傲。同一个少年，站在同一座正舞台上，却让两边人看见了完全不同的未来。一根枯枝胜8品青石，半截断枝破5品烈风。可下一场，他面对的是4品玄灵。青石重，烈风快，可玄灵不一样。玄灵破甲，专破故事，专破缝线。他那半截枝还能打什么？下一战不能再只靠取巧，因为玄灵本身就是锋芒与根基。如果这还叫无剑命，那他们这些有飞剑的人又算什么？无剑命3个字已经压不住他了。一根枯枝胜8品青石，半截断枝破5品烈风。可下一场，他面对的是4品玄灵，他无剑，能不能胜有剑之最强？下一轮，洛观澜对洛成月。一根枯枝胜8品青石，半截断枝破5品烈风。4品玄灵才是镇南府年轻一辈真正的门槛。之前所有人都以为这会是一场笑话，现在所有人都知道这是少主之争。他的枝已经快碎了，刚破5品烈风，他还拿什么打4品玄灵？烈风胜在快，玄灵胜在稳。稳到极致，便能把所有空隙一层层填满。你要用这个和我打，能用多久便用多久。他撑不过第一剑，我知道。开始。烈风快，所以有风隙；玄灵稳，所以他把风隙一层层填满。现在你真无剑了。无剑命地就是无剑命。是，现在才是真正无剑。你的风，你的水，你听见的戏，在玄灵面前都不够。快到边缘了，没了枝，真的无剑了。可以借我一些。
不是怒吼，不是狂暴，像凡尘被剥去一层尘垢，露出了一些神性。这不是飞剑气息。枝碎，风散，细漫，事断。若万物皆可为剑，那我也可以是剑。火旗剑锋。还不够。不用，他若认真，我也该认真。你输了。落关芒圣。那些很强，也很重，强到足以败玄灵，重到几乎烧穿他的心神。下一次，我会赢回来。只有被击碎骄傲后重新燃起的，沉甸甸的。好。等等，吾本命飞剑却有异光附体，此术来路不明，此战是否作数，还需长老会复议。族比规则只说飞剑可用，凡兵可用，并未说不可用自物剑。周先生确定那是建议？我不确定，但我确定他没有借外人之力，也没有使用禁术。若长老只是因为看不懂便要复议胜负，那镇南府族比的规矩未免太窄。洛观澜刚才那一击没有外力侵入，也没有禁术污浊，他只是以自身成剑力。你若看不懂，不能说明他违规。镇南府族比胜负已分，谁还有异议？
到底是什么？今日之后，武林城再无人敢说洛观澜无剑。可洛观澜知道，真正醒来的并不是他，而是这块残铁深处沉睡了数十万载的东西。你到底是什么？爽吗？还行。借不属于现在的东西，当然还行。就是不知道你还能借几次。秦伯，可知他的根脚只窥见过一丝残影？不是只传下一丝，而是到最后只能留下这一丝。言辞撑不住他，笔墨撑不住他，非时欲减，血脉誓言。哪4个字？等见人质。你知道我是谁？不知道，我只知道你是等见人，知道你和残铁有关，也知道你身上牵着手剑一脉撑不住的因果。那你为何帮我？我的剑在哪？牙断剑醒了，不在我嘴里，在你听过的拜剑里，在你走过的风里，在你看过的水里，也在你还没见过的天地里。我只守路，不替你走路。洛外国两只铁剑玄灵，这荒牙子的真是。以前我们喊他无剑命，现在想想有点蠢。他若是无剑命，那我们算什么？洛成月是标准答案，而洛观澜不是答案，他是心体。3000书院，要的。你昨日最后那一纸还不完整。哪里不完整？那不是你真正的本命飞剑。3000书院不问你有没有飞签，那问什么？敢不敢试剑？你骗人！刚才接令牌时，你的手抖了一下。他们都在看你赢了谁。我只想知道你疼不疼。他们今天才觉得你厉害，可你不是今天才是洛观澜。小姐，夫人那边说，若镇南府少主为真的换人，婚约之事恐怕要重新商议。小姐，临水城三皇子登门了，还带了聘礼。听闻顾小姐与镇南府少主有旧约，本宫本不该唐突，只是如今洛观澜醒剑无剑，前途难测。顾小姐这样的明珠，不该被一段无望婚约困住。三皇子维持着我去。他知道我与洛观澜有婚约，知道还来，那便不是求亲。武林城急信，洛观澜族比连胜，胜青石，破烈风，败玄林，三大书院皆有邀议。三殿下方才是洛观澜前难测，看来殿下的消息慢了一步。如此说来，倒是本宫小看了那位洛少主。殿下不只是小看，是来的不巧。那本宫便更想见见他。丽水城三皇子明知婚约，仍上门投亲。镇南府的人可以一起争，可以自己罚，但轮不到历城来采。洛观澜再怎么说也是镇南府少主，三皇子这是抢亲吧？你若不去，我替你去。我可以不服你，但外人没资格踩镇南府。我的婚约，我自己去。太初问根基，天策问价值，3000书院问剑，那我去3000书院。
该着，你是去处理婚约，也是去告诉李水城镇南府少主还在。路上记得换药，别总说不疼。知道了，别说给外人。你也是。昨日之前，他还是镇南府的吴建命。今日之后，他第一次以少主身份离开武林城。洛观澜，你会来吗？婚约只是旧事，未来的局才是顾家该看的东西。若丞相府与李海城同心，武林城便不再是问题。这不是一场提亲，这是李水城身手是镇南府的骨头。观澜去京城，镇南府不能乱。足比台上压不住他，那就查清楚，他到底借了什么。废剑佛那边也该有人进去看一眼了。残铁能借他一息，可那一息之后，代价仍在身体里。本宫可以等顾家慢慢考虑，不急于一日。婚约未断，旧约尚在，我不接新聘。本宫可以等。殿下等的是婚约，还是局势？谢姑娘，洛观澜先去京城了。知道了。那书院那边，他会来。抢亲是人间局，书院才是他的剑道局。等剑人已经离城，接下来的路就不是废剑衙能替他挡的了。人走了，风也该来了。守剑一脉守的是路，但路上总有人想提前断桥。查废剑衙。废剑衙也是你们能查的，再往前一步，鞋留下，人滚。残铁能压玄灵，但有些局不该靠残铁去破，该由人自己开口。有剑自己出鞘。哎呦，这公子说是罗老师啊，这个真的成这么样？外面有马蹄声，看来镇南府的人到了。洛少主，久闻。三殿下知道我有婚约，还带聘礼登门，这久闻倒是挺有意思。只是听闻婚约生变，愿给顾家另一个选择。这些东西是送给顾安于，还是送给顾家的态度？自然是诚意。诚意该先问人，若是局势，就不必披着求亲的皮。婚约未断，顾家不接新聘，我也不接。若有一日旧约不稳呢？稳不稳，也轮不到外人先伸手来试。听闻洛少主无剑胜玄林，李水城也想见识一二。丞相府不是比武台，点到为止。若洛少主不便，本宫自然不强求。殿下想看的是吴建命，还是镇南府少主？试探而已，不必动剑。四品上等，离水龙雀，此剑不斩人，先死风。洛少主若真有剑，便让本宫看看你的风在哪里。你锁错了。什么？我无剑，所以无风可锁。你的离水锁风，从一开始就找错了人。旧约未断，聘礼不该留在这里。殿下若是客，
丞相府有查，若是来抢婚的，这些东西从哪儿来，回哪儿去。骆少主比传闻有意思。抢亲只是人间局，3000书院才是剑道局，而残铁深处的旧因果才刚刚睁开眼。聘礼退了，可这场局没有结束，只是从明处落到了暗处。走走。好。还记得吗？记得。你小时候说，等你成了天下第一剑修，就带着这枚玉扣来娶我。那时候说的太晚。现在呢？我现在还没有真正找到自己的剑，不知道以后会走到哪一步，也不知道3000书院后面有多少局在等我，所以我给不了你一句很漂亮的话。但在这桩婚约没有结束之前，它不该由别人替我们决定。顾家不行，李沈城不行，镇南府也不行，只有你可以。你要去追你的剑道，我不拦你；你要去3000书院，我也不拦你。婚约不变，我等你来娶我。好。无垢不是无情，等我剑道有成，我来娶你。别太久。我尽量。你还是不会哄人。我以后可以学。你小时候真气人，当年把白玉扣给你，你却以为只是普通玉佩，还问能不能换一把更好的木剑。那时候确实不懂，懂了一点。现在懂了，那你慢慢学。拿着，别再当成普通玉佩了。不会了。红尘旧约已定，接下来该去问剑。回来了，回来了。顾家那边婚约未变，李海成聘礼已退，人回去了。好，进来。3000书院的事也该定了。太初最稳，天策最会算，3000书院最难，你还是选3000。那里问剑。镇南府这口井装不下你了。武林城太小，在那里4品已是顶尖，可到3000书院，3品、4品也只能算中等。谢清寒是3品韩兆飞剑，在外院也只是中上。那他为何名气这么大？因为他是外院4大美人之一。你以为他亲自递令，没人看见？所以我还没入院，就有麻烦了。差不多。麻烦也得去。所有新生必须参加新生交流会，按排名分班，前100名有资格被导师挑选。若被导师选中成为亲传，相当于一只脚踏入内院。亲传弟子享有独立洞府、灵池、剑室、功法楼权限，还有导师单独指点。前100只是让人看见，前10才会让人记住。若我要第一呢？那就去拿。明日启程。我回去找自己的剑了。路上记得换药，别总说不疼。还撑得住。
也没好到哪里去。到了书院，不要急着出头，但该出头的时候也别缩着。我会去太冲书院，等你觉醒本命飞剑，我会再向你问剑。好。武力城的吴剑命已经离开，南域3000书院将迎来一个没有本命飞剑的新生。武林城之外才是真正的南域，3000书院到了。封印县令。是南府的人，怎么没飞剑气息？不会是靠关系来的吧？3000书院什么时候连无剑之人也收了？等等，他是不是谢清寒亲手帝令的那个人？谢清寒，外面4大美人那个谢清寒。他来了。谢清寒帝令之人，无剑也配让人议论这么久？这就是那个无剑入院的人。3日后，新生交游会开启，所有新生皆需登问剑碑，按排名分班，前100名者有资格被导师挑选，得导师收为亲传者，可提前入灵池、剑室、功法楼。第一，我要了。楚金玄，话别说太满。你不是我的对手。谢清寒帝令的人，倒不是完全没意思。小姐，他没有本命飞剑，没有飞剑，不代表没有锋芒。雷山城楚金玄，2品紫霄雷剑，江氏古族江扶摇，3品上等扶摇青鸾。镇南府无本命飞剑，但持谢清寒试剑令。这个洛关窑无本命飞剑，能走多远？2品紫霄雷剑确实是这一届第1梯队，江氏扶摇青鸾也不差。3日后，问剑碑前，所有新生依序测评飞剑品级、星弧强度，剑意雏形皆会显现。那无剑的人会显什么？笑话吧！武林城的顶级天才，在这里只是起点。这里不是武林城，这里每一座峰都藏着无数人的剑道。谢清寒果然没有随便帝令。你认识他？外院里想不认识他都难。不见却不退，你挡路了。路在上面，能走到哪一步，看本事。你的雷找不到我的剑，交流会上我会让你知道，找不到也能劈碎。有意思。谢姑娘，不提醒他吗？不必。他若连第1天的目光和试探都接不下，就没必要来3000书院。我对他不是保护。新生交流会今日开启，第1轮问剑碑测评。3品飞剑都只是让导师点头，这里可是3000书院。3品上等扶摇青鸾。看清楚了，3000书院不是只靠传闻立足的地方。轮到你时，别太难看。
二品下等紫霄雷剑。第一，我说过，落关蓝无剑之人也敢来测，问剑杯怕是要空一片喽。别急，看着。3000书院问剑碑，非武林城醒剑碑可比。这一日，南域新生奇剧，只为问剑定名。此碑名为问剑，上古遗物，非寻常醒剑碑。他曾见一品飞剑出世，也曾触及传说中的神级元灵。江扶阳3品上等，楚精神2品下等，轮到他了。那个武林城来的无剑秘，没有本命飞剑，也敢站到问剑碑前，看他能不能让碑亮一下。别说亮碑，他连剑都没有。别急着下结论。所有人都以为他要在这里再次证明无剑，可问剑碑等的从来不是寻常飞剑。动了！啊！怎么又按下去了？不是无反应，是太深了。原来这是碑气反冲，没有飞剑显现，还是无剑。还没结束。外界以为问剑已停，可他的意识已经被问剑碑拉入识海最深处。这里不是普通心湖，这里像天地未开之前，一切大道尚未分流的最初状态。那不是山，流淌一贯神圣的巨剑，剑身宽阔如天柱，剑入混沌深处，剑柄隐没在更高远的金色中，是一柄剑，一柄比山岳还大的剑。他没有锋芒外露，因为在他面前，世间所有锋芒都还没有名字。问剑碑在跟着他呼吸，不是他强行换剑，是他的呼吸正在靠近那柄剑的频率。他的眼睛，那不是普通剑纹。这一刻，问剑碑终于等到了真正要问的剑。太初，他刚才说什么？太初，这是飞剑名。他不是被唤醒，收缩为山约额格大小。他只是终于听见了自己的名字。金黄色古朴飞剑停在洛关云身前，没有品级显化，却让所有飞剑低了半寸。就是一品，问剑碑还未平级。太初，雾海众金莲，古籍异象竟然真的出现了。
海上生明月，这到底是什么品级的飞剑？连星辰异象都出来了，这已经不是新生问剑该有的动静。苦海、明月、星辰，一成比一变高。仙王离九天，这是新生问剑能引出来的异象。第4重异象落下时，3000书院终于无人敢再轻视洛观澜。苦海、金莲、明月、星辰、仙王，万象不是结束，他们都在归于同一个名字。那是剑大识海的剑影同源。这一刻，3000书院不是在观礼，是在见证。那声音不是从天上传来，而像从每个人的灵魂深处响起。太初，闭眼！太初显示，万光失色，白光散尽，仿佛来自远古的回响。金黄色古朴飞剑停在洛观澜身前。太初，没有平级，不是没有平级，是问剑碑平不了。这还叫无剑？那我们这些有剑的人算什么？无剑命3个字，在这一刻被太初亲手斩碎。无评级的飞剑，洛观澜，我记住你了。真正的天骄不会因为震惊退后，只会因为强敌而拔剑。谢清寒，你到底从武陵城带回来了什么人？我只是知道，他不该被无剑命3个字定义。不能入普通班，必须立刻上报内院。消息若外泄，南域都会盯上他。此事已非外院能定。太初，闭关多年的3000书院院长，在这一刻睁开了眼。他不是被请来，是太初2字惊醒了他。下雪了，院长，院长出关了。叶过院长，他就是3000书院院长沈听雪，闭关多年的3000书院院长，为太初而来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洛观澜。武陵城洛家。是。从今日起，你不入普通班，新生交流会照常参加，问剑、试剑、排名，一样都不能取。但你的情况由本座亲自观察，神剑认主，不代表大道已成。今日之后，看你的人会很多，想杀你的人
也会很多。剑越高，路越险。太初即认你，你便不能只做一个被剑选中的人，你要配得上他。我会。这一日，3000书院问剑碑前，洛观澜觉醒今世第一柄本命飞剑，无评级，无介绍，只有2个字：太初。而无剑命3个字也从这一刻开始被太初亲手斩碎。问剑碑前，太初2字未散，而无剑命3个字已经无人敢再提。今日问剑之事，列为书院禁令，传讯袜简全部封禁1日，外院山门暂闭3日。未经本座允许，任何人不得向外传出太初2字。私传者，按判院论处。这一刻，所有人都明白，太初2字不是天才之名，而是南域风暴的源头。洛观澜，弟子在。你能握住他吗？神剑认主不是让你供着他。太初入手，混沌之气游走经脉。从这一刻起，洛观澜的剑气不再只是锋利，而是能破万法，令万象归出。记住这种感觉，这不是终点，这是你真正开始握剑的第1天。弟子明白。外院新生大会继续，问剑只是显明，是剑才见真章。第2轮，100人剑台混战，每100人为一组，一炷香内仍留在台上的10人晋级，不许杀人，不许使用外物符箓，本命飞剑、剑气、身法、剑招皆可动用。问剑碑意象再大，也不代表你会打；神剑认主，也不代表你能握剑杀人。那就试试。终于握剑了，让我看看神级飞剑刃刃之人第1剑有多重。若只是意象吓人，上了剑台就会露馅。谢清寒没有说话，因为他知道无剑多年练出的眼力终于有剑可用了。钟声落下，100人未战，所有人的第一反应都是先看洛观瑶，先逼他下台，否则谁都不安心。先解我一剑！正面赤雷，左封水炼，右斩金风，背后锋刃，脚下土势。是，这是围杀，不是试探。太初1剑归虚。第1剑不是防守，是剑荡天下。我的赤雷被化掉了，是大龟未成型的灵气出死斩碎。太初剑气，万法归出。万法归出，传说中的本源剑意，可他刚觉醒，竟然已经能用在实战里。再来！赤雷剑诀，天罪！韩烈认真了，生是可以，剑也错。想用范围剑技压太元，想多了。太初混沌开封。这一剑不是挡雷，是开封破天。赤雷天锤，
被化成灵气雨了，不是硬破，是从剑基根源拆掉。雷势够小，剑意不够。别让他逐个击破，一起上！十几灵心生，风、水、火、雷、土、金同时围杀，这才是真正的百人剑台。不是只靠神剑，他的战斗判断太细了。所以太初没有选错人。太初，万象皆空，万象成招，太初之前，皆可归空。万象皆空。一剑清场，他没有伤人，却切断了所有人的剑势支点。不是杀伐，是压制。洛关云，范围压制无用，他便将所有赤雷压成一点。你敢不敢正面接我一剑？太初3尺无界前3尺，不是距离，是万法不可越过的出境。你的剑有雷，但还没有到。我是说，一炷香未尽，可这一次已经无人敢再向他出剑。第3组，洛关来，晋级。他不是只靠神剑，他在无剑时练出来的眼力太细了，如今配上太初，才真正可怕。所以太初没有选错人。他上台时还有人质疑，头埋着血滴，比我想的还麻烦。谢清寒，你带回来的这个人比我想。他下台时已经无人敢拦。你刚才那几剑还不是极限，你也不会在这一轮用全力。决赛见。好。洛关兰证明的太初，而楚京玄也不会让紫霄低头。好快，他根本没给人合围的机会。太初归虚，万法施行。紫霄落雷，正面镇压。楚京玄的紫霄雷剑也不是虚名。太初之外，他仍是这届最强的几人之一。洛关兰有太初，楚京玄有紫霄。一个是太初混沌，万法归虚；一个是紫霄雷霆，强势镇压。还未交手，剑意先相碰。第4组，楚京玄晋级。这届新生到底来了多少怪物？紫霄未服，一个把万法打回初始，一个用雷霆正面镇压。这一届新生大会有意思了。谢清寒没有说话，因为他早就知道，他不该被无间命定义。院长，此子是否要提前收入内院？不急，神剑认主只是开始，让他继续打。太初归境，可所有人都知道，那柄剑已经真正出过鞘。洛关兰不再只是觉醒神剑的人，他是真正握住太初的人。太初混沌，万法归虚，紫霄雷霆。
霸道镇压。两柄剑还未真正相撞。新生甲压地生第一，恐怕就在他们两个之间。一个神级太初，一个二品紫霄。这届新生大会已经变了。太初已显，紫霄未服。太初与紫霄两道剑意，真正新生第一之争才刚刚开始。